大家晚上好，我是琉璃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5万公里的爱情。文章来自阿元。北方的一个无名小镇上，有一个修鞋师傅。他手艺娴熟，性格豪爽，心地善良。虽然小镇上的修鞋师傅不计其数，可是唯有他的生意最红火。除了他的手艺娴熟之外，还有一个秘密。每个月的18号，他会免费修鞋半天。有人问为什么，他总是笑而不语。问得多了，他会说为了纪念。修鞋能纪念什么呢？很多人都很好奇。后来在一个不经意的话题中，大家知道了他的秘密。原来这是为了纪念爱情。谁说爱情只是年轻人的专利呢？虽然朴实无华的他每天只和一堆臭鞋打交道，但是他却有一段不为人知的甜蜜爱情。在他年轻的时候，是个干瓦匠活的汉子。年轻力壮的他和邻村一位女孩心生爱恋，两家大人合计以后，准备在年底结婚。不料在秋天的一个傍晚，他不小心从工地上的铁架上摔下来，骨折了。后来虽然痊愈，却留下了后遗症，右腿走路一瘸一拐的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做瓦匠工人挣钱了，所以女孩退婚了。那年他才24岁，正青春的年纪，丢了爱人，成了残疾人。痛苦就像毒药一样侵蚀着他年轻的心。他逐渐失去了生活的信心。他的家人也很着急。有一天，按照当地的习俗，领着他到庙里拜一拜。结果回来的路上，一个女孩子由于鞋帮鞋底分家，不能走路了。善良又聪明的他很快给她收拾好。女孩心里很感激，记下了他的名字。后来竟然不期而遇的遇到了2-3次。慢慢的熟识，两个人竟然擦出了爱的火花。他不顾家人的反对，嫁给他。而18号就是他们相识的日子。后来他摆了修鞋摊，为了感恩妻子在他的生命里出现。每个月的18号免费修鞋，感恩缘分。他们的生活很幸福，虽然他每天干着很卑微的工作，眉眼间却总是闪耀着喜悦。而他在菜市场开着一个小小的压面铺，人来人往的，生意很兴旺。他们还有一个乖巧的女儿，长得像极了他，大眼睛，高鼻梁。有人调侃他说，你真的让人嫉妒，有一个如花的贤妻，还有这么宝贝的女儿。他听着，幸福满满的溢出心窝。一晃18年过去了，女儿上了南方的大学，他的压面铺也变成了小超市，而他的修鞋摊变成了修鞋店。但不变的是18号免费修鞋。女儿大二那年，没有出国远门的夫妇想去看看女儿。他们去重庆陪了女儿1个月。回来以后，他突然感觉全身不适。最初以为是南方的气候太过潮湿引起的，没有在意。但过了很长时间，
他感觉越发严重，去医院一看，是尿毒症。曾经在电视上看过的病，竟然出现在自己身上，这简直是晴天霹雳。很快，他成了透析室的重患，1周透析1次。高昂的医药费和巨大的精神压力，让两人无法喘息。他说：“回家吧。”他却说：“天塌下来，有我呢。”就这样，他们开始了长达数年的透析之路。由于小镇离县城路途遥远，途中还要翻山越岭，有时候碰见刮风下雨，打车不便，好几次还因为途中延误，错过了约好的透析时间。为了能准时安全地到达医院，他买了一辆人力3轮车，自己登车送妻上医院。虽然辛苦，却没有一次耽误透析。后来他又把3轮车用心改装，打了篷布，遮风挡雨，车上还备齐了日常用品，被褥、水杯、纸巾，还有便盆。他把家搬到了车上，安在了透析的路上。就这样，用残疾的腿登车就医，风风雨雨8年了之久。他们所行的路程有5万公里长，他们沿途遇见的人们大多都成了他们的朋友，好多人被他们这场患难夫妻的爱情感动，也被这场抗病的毅力震撼。好些人在他的3轮车上贴了一个醒目的十字。当途中车辆看见这辆人力救护车，不但自觉让行，还肃然起敬。也许是他们感动了上苍，也许是这种坚强和勇敢震慑了病魔。他的身体现在慢慢的好转，从1周1次的透析到现在半月1次。原来世间还有一种爱，一种情分，把风花雪月变成一股融合已久的气流，在寒冬结成冰块，不论有再大的风雪磨难，坚不可摧，在盛夏化成激流，即使再锋利的刀刃也无法分割。祝你晚安，做个好梦。